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王毅欧洲之行反映中国对外关系框架正在解体。这个题目呢，我们之前说过，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说的呢？就是中美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判断是什么？当时的判断就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破裂的时候，那我们认为整个的中国对外的整个的关系的框架开始解体。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我们怎么看出来？我们是从王毅这次去欧洲访问他在欧洲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怎么去看待中国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来讲先讲美台关系。美台关系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美关系美台关系急剧升温那么当然是从这个8月9号美国卫生部长去访问台湾开始的。但实际上在阿扎访台之后，美台关系还在持续的往上走。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8月23号，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叫厉英杰和这个蔡英文总统一起去金门，飞到金门去纪念这个823炮战那么这个行为本身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但是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有个细节更具有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厉英杰和蔡英文去一个墓地纪念什么呢？悼念2名在993炮战中这个阵亡的2名美国中校。这个就更具有象征意义了。厉英杰的这个行为向大家展示的是什么呢？美军从来没走过，美军一直在。你看93炮战美国人牺牲了2名中校。同一天，川普总统在 Fox 电视台问他说，如果大陆武力攻台，美国会怎么做？川普总统说他说我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说这个话。但是呢，他又说了一嘴，他说中国知道我会怎么做，他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么说。那你想一下，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为什么要讲美台关系？因为美台关系跟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美台关系的升温加快了另外一个进程，就是台湾重返国际社会那么今天是有一个澳洲的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搞了一个题为印度太平洋国家领导人的网上对谈活动邀请蔡英文总统参加蔡英文在这个视频上这么说，他说我非常有信心，台湾和澳大利亚将共同成功的崛起，应对未来的挑战，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与繁荣。他说在维持地区稳定和平发展方面，澳洲和台湾始终站在一起，两国都致力于维持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干嘛？说明什么？大家看到一个趋势没有？这些西方国家开始慢慢的放弃什么？放弃对中国的一个承诺，以一个中国的承诺。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逐渐发生的时候，你想，美国开始拉台湾，
进入国际社会啊，拉他进各个这个国际组织，让他其他国家一看美国跟台湾关系这么好，我也得跟他走得近一点。那么这个局势就在发生什么？其他国家也开始，哎，既然是这样的话，反正我跟中国关系也没那么好，那我就跟台湾建立关系吧。这个景象正在改变什么？正在改变台海局势。为什么？大家记住，这里面有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就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位置。那为什么一直你看中国跟任何国家建交，对方必须承诺一件事，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三段论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国际上，如果所有人，不能说所有的国家，大家都承认的话，意味着什么？除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我说这件事情会影响两岸关系，原因是因为它等于承认了什么？肯定或者承认了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合法性。因为当其他的国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当中国大陆开始向台湾动武的时候，那就是国内问题，那就不是两个国家的问题，那不是个国际议题，是个国内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过去20-30年里面，两岸关系其实是在这个前提下运转的，就是在我们刚才讲一个中国全国际社会认可这个前提下运转的。那么这个运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两岸关系上，大陆肯定我就中央政府啊，你是地方政府啊，就这么来的。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谁？就是美国。美国是这一个局势的始作俑者，美国决定了这个局面。如果当美国不这么想的时候，或者美国开始觉得，如果大陆对台动武会影响我的利益，中美国的战略利益，或者翻过来讲，中美之间开始发生了问题，或者说美国认为中国开始变成他的一个战略威胁的时候，他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等于是什么？等于台湾，等于中国大陆有一个合法的权利武力统一台湾。尽管美国一直讲我不赞成任何一方用武力改变现状，但是其实他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他就等于承认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合法性。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如果美国觉得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那么他下一步的要做的动作是什么？那么他下一步要做的动作就是改变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只有改变一个中国的原则，才能够阻止或者取消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合法性。大家理解这中间的逻辑吗？这个逻辑就变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关系了。于是呢，美国在做什么动作？美国的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当然这一头他肯定要开始考虑这个因素啊。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就是他开始把台湾重新带回国际社会。其实带回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那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会慢慢的没那么流行了。就是说其他国家也开始不承认这种合法性。那这个时候形成一个这个局面的时候，美国推动
取消这一个中国的原则，变成什么呢？变成水到渠成。这就是我们大家正在看见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的动作。美国跟澳洲的关系，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当然最核心的是美台关系。好了，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讲过了，所以其实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美关系一交恶的时候，中国就失去了对外关系的一个支撑。那我们来看一下8月25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欧洲5国这欧洲5国是哪5个国家呢？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德国这5个国家是精心挑选过的那么意大利很好理解意大利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的这个叫什么 G7， 就是7国集团的成员，这是意大利，所以中国跟意大利关系不错。但是意大利呢，这次疫情大家要知道，跟关系越好的国家，在这次疫情受到的影响越严重，意大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意大利德国、法国不用说，是欧洲的核心那么中国此前下足了功夫。那么中国跟德国也好，跟法国也好，中间有一样东西，有战略牵制作用的东西是什么？中欧投资协议正在谈所以他对这2个国家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然后荷兰跟法国就他们中间有一些需要补救的关系在里面。所以王毅这次行程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安抚疫情下的欧洲。欧洲很清楚疫情来自哪里，所以欧洲有怨气，那么王毅要去安抚这个情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寻求欧洲的支持，中美对抗，中美关系在交恶。那么蓬佩奥去了一趟中欧、东欧国家，那么王毅要去寻求支持，消毒其核心是消毒抵消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欧的这个影响那么应该是他有2个目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你就看出来，王毅这一出来就是灰头土脸灰头土脸。我们一站一站讲，我为什么之前没有讲呢？因为我就要看他怎么走这一趟怎么走第一个意大利本来是指望意大利会热烈欢迎结果没想到意大利的首相不见王毅以前要去意大利，首相那肯定是第一个见的就是首相首相不见，打个电话，然后呢，这个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记者会上使劲的谈香港议题谈香港议题，谈国安法。然后呢，这个首相不是短暂通了个电话嘛，讨论了疫情，讨论了 G20 会议，讨论香港议题，讨论欧中关系，啥都讨论了，就是有一样，王毅带的另外一个议题想去谈的没谈，什么华为不谈。所以实际上在意大利那么这个记者会上也很难看很难看。那么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王毅在罗马碰见了谁碰见了香港的罗冠聪大家知道罗冠聪是那个3剑客学运领袖3剑客之一，他流亡英国，那么他去了罗马，呢，得到了谁的支持 ？IPCA 大家还记得吗？叫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就18个国家的议员组成的一个联盟，他得到了
这个 IPAC 17位意大利议员的协助，然后呢25号，他也是25号，在这个罗马然后就给迪马约递信要求他关注香港议题，要求他跟王毅见面的时候讨论香港议题，重视关注香港的人权问题。他就基本上这个在当地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基本上这边是这个王毅，这边是罗冠聪，基本上形成了这个舆论一面倒，舆论基本上一面倒，所以我们说这个香港问题就成为王毅在意大利之行的焦点，所以这灰头土脸吧，灰头土脸。第二站是什么？第二站是荷兰，荷兰就没有在市区见面就直接就拉到了荷兰郊区的一个庄园里面见面然后就首相短暂的见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记者会外交部出来解释。说我们也关注了国安法，也关注了这个逮捕议员、逮捕记者，推迟这个立法会选举的问题，我们也关注了，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荷兰的这个外交部的声明表示，在和这个王毅的见面的过程当中，这个荷兰方面提出来了一系列的香港议题那包括新疆议题，包括这个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问题等等，全部都不是中国要听的话。这就是王毅在荷兰的情况。好，下一站就是挪威，然后就是挪威当然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挪威当年就是挪威把这个诺贝尔奖颁给了刘晓波然后中国跟挪威的关系就不好了。然后呢，去年呢又有这个挪威的议员提名全体香港人作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就是法国、德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中国跟欧洲的关系的转折点是什么？中国跟欧洲的关系的转折点就是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成为中国在欧洲遇到的绕不过去的坎。为什么？只有两个问题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香港议题上，在港版国安法上，其实整个欧洲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在香港在干什么，它的意图是什么，它的手法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全欧洲人其实看得非常的明白。而这件事情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只不过他们要选择什么？他们就要看清楚，在和中国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自己扛得住。因为欧洲基本上都是小国，没有大国大国只是德国、法国算是大国，意大利都不算大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但是整个的欧洲的舆论开始已经转变了，民意你看香港问题的民意、意识形态，然后就是这个疫情，这三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一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就这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当中国当王毅在欧洲遇到冷遇的时候，说明什么？核心的问题，因为你想，欧洲基本上都是小的国家，没有很大的国家。王毅在欧洲遇到冷遇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出了状况就是说意大利不给面子，荷兰也不给面子，然后你看看挪威后面都不给面子。那你到后面的德国、法国会怎么给面子？我估计面子也不好看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出了问题。那么中国国际地位出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国际地位出问题的根本是中美关系出了问题啊。我们讲过很多次啊，我还会再讲啊，会继续讲什么呢？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啊，中美关系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啊。当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合作伙伴的时候，其他国家都知道，他们也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老大，美国是把关人，只要过了美国这一关，其他的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过多的纠缠，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在欧洲也好，在日本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他都没有遇到什么情况，没有遇到困难。那么当中国在欧洲遇到困难的时候，说明他的地位有问题啊。也就是说，当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威胁的时候，其他国家不管他跟美国关系有多好或者多坏，他们都毫不犹豫的会把中国当作战略威胁。为什么？你想一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的国家，当他把中国当作他的战略威胁的时候，其他国家就知道中国会威胁美国，那么他也会威胁他自己，中国也会威胁他。这就是其他国家的思维，因为美国是这样，你都会威胁，那你还用说别的吗？这就是一个现在的情况，这就是现在欧洲的选择啊，欧洲的选择。所以王毅这次欧洲之行反映了什么？反映中国现在的处境。中国的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框架已经开始解体了，哗啦哗啦就开始解体了啊。那么如果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崩溃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在解体啊。那么这件事情就正在发生，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哪里？就是昨天中国发射了导弹啊，发射导弹。那么昨天的新闻说是发射2颗导弹，那么其实是发射了4颗导弹啊。美国国防部证实啊，中国发射的是4颗导弹，但是4颗什么导弹没说啊，大体上也是东风21D 和东风26吧，应该是吧，但是现在没有情况啊。我们昨天的题目是中国发射这2个导弹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错误越来越明显啊，几点。第一点，越南外交部啊表示，中国持续在黄沙群岛，就是中国叫的西沙群岛，军事演习侵犯越南主权，违反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东海各方行为宣言，让情况复杂化。对此，越南要求中国尊重越南主权，停止相关行为。然后菲律宾外长那26号表示，如果菲律宾的舰船遭受中国的攻击，菲律宾将启动与美国的防卫协定。中国在向这个西沙群岛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当然他是在警告美国，但是别忘了这是南中国海。当他向南中国海发射导弹的时候，中程导弹的时候，那实际上是什么？震慑的不是美国，美国当然他的军力比中国强，他会受影响吗？他会受一定的影响，他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是真正受震动的是谁？是东南亚国家。你想一下，那个导弹可以发射到这里，但当然也可以发射到胡志明，对吧？也可以发射到这个马尼拉，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谁？就是这些
南中国海沿岸国家都受到冲击。这等于在战略上，把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南中国海沿岸的国家推向哪里？推向美国，是吗？对不对？是不是把东南亚这个国家推向美国？这是这次发射导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大家记得吗？美国跟日本的外长正在讨论一个议题，就是关于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啊。那么好了，中程导弹，因为美国去年退出了中导条约啊，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想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因为你不在亚洲部署，你在亚洲部署其他的导弹，它的成本效应没那么好。部署中程导弹正好距离啊，那你正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瞌睡碰见枕头了。中国正好发射中程导弹，好了，这个议题有了必要的注解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美国国防部今天发表一个声明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声明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我讲给大家听啊，最重要的一句话。美国国防部在7月份通知中国，他将继续监测局势，期望中国会减少在南中国海的邻国军事化威胁啊。中国选择发射弹道导弹来扩大演习活动，我们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进行可能威胁航行自由并加剧南中国海争端的军事活动。这个话说过去好像啥都没说啊，但其实这背后是有意图的啊，其实是他等于这个话把南中国海沿岸的这些国家全部都拉进来，就是我刚才讲的，等于把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推到美国这边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局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局面就是，如果中国需要解决他现在遇到的在对外关系上遇到的问题，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改善中美关系。如果他要改善中美关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美国对他的战略判断，也就是说，美国是因为把中国当作战略威胁，中国才变成了美国的针对的对象，中美关系才变成恶化，然后后面的一切才发生。所以你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王毅也好，中国的解放军也好，他们采取的这一系列的行动，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不能够，其实是在加剧这个情况的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昨天讲，中国在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看得更明显，好吧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最近洗粉洗得很严重啊。那么，就是提醒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如果不在，补回去啊。再检查一下小铃铛啊。那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因为直播我们的互动节目非常有价值。那么希望大家都来参加直播，好吧？那么另外呢，就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谢谢。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明谢。周礼根，谢谢，一直忘了说，美西辛苦了，支持王老师，谢谢。Harry 张，谢谢。归人111，谢谢。谢谢啊。
观点，这次的导弹事件其实各方不能掉以轻心。首先，这是在24小时以内发射的，导弹装填燃料要很久，至少几个小时，说明他们现在可以快速发射导弹，然后命中率达到75%，这也很恐怖。然而，这种几千公里还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很难拦截，这种导弹可以装核弹头，而且这种弹道导弹也是和苏联一样，是可以改变弹道的，而且打这么远，说明卫星导航技术也是可以用的。总之，中共的导弹技术看起来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出乎我的意料，各方需要非常小心。我有点绝望，为什么？因为弹道导弹很难拦截，对美国的拦截技术保留和怀疑态度。OK， 好吧。观点：归人，固体燃料准备时间不需要几个小时，不过弹道导弹有效载弹量不高，只能几百公斤。实际上，一个 F-16一个 F-16架次的轰炸效果可以抵几十上百个弹道导弹啊。情况报道称，2枚导弹准确击中了海上的靶船，所以最低要求是击中。一艘已经知道位置，没有移动了，没有任何防御的靶船公布视频，这是击中超级航母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像中国足球队想在世界杯1/2决赛中击败巴西队夺取世界冠军，首先要在亚洲出现，进入32强，好吧？啊，精神细腻萨格尔王。今天的议题真开心，请大家继续支持香港人抗争。天气渐凉了，请王老师喝蜂蜜姜茶，谢谢。Mike 猪，谢谢。曾明奇，谢谢。观点：我觉得中国国际地位的动摇，中美关系决裂是一个催化剂，根本原因是 CCP 最近几年的操作，让全世界逐渐看清楚了其真实面目，非常正确啊。观点：王毅说，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将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化。诺贝尔和平奖本来就是政治类的奖项，和平就是政治问题。王毅说这种简直弱智，就好比我不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化一样。OK。提问：王先生之前说过，中国在谈判桌上表现非常强硬，很有力，但是为什么外交上出这么多状况？他们犀利的谈判思维为什么不在大局上发挥作用？那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一下啊。中国的外交技巧是很厉害的啊，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很善于计谋啊，善于对这些做一些谈判桌底下的动作等等啊，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直不差。但是外交上出状况，中国现在的对外关系的问题啊，并不仅仅是外交议题啊，它是整个对外战略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到现在的场景，或者你看到现在的局面，其实是从2013年、20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在酝酿的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议题上，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在外交技术上面出了问题，不是的，它是整个对外战略上出了问题啊，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今天的结果。观点：弹道导弹要是能打航母，美国早就放弃航母了。弹道导弹要是能打航母，中国还研制什么航母？中国军事专家不会傻到不知事实，但是中国有大内宣需要骗韭菜，给小粉红壮阳。OK， 提问：王舍可否谈谈川普请陈光诚出来讲话这件事情的看法？最近这个关于陈光诚的这个话呢，
吵得不可开交啊，我就没有表态。没有表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去争啊。第一，陈光诚去共和党的这个党代会上去做发言，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因为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那么有一个中国人到这个场合上去讲他的经历，让美国人民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的这种人权的状况，这绝对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这基本判断啊，这件事情有益啊，这是第一。第二，至于陈光诚。美国政府把陈光诚从中国捞出来啊，救他出来。那么这件事情是陈光诚到底应该站队，站在哪边？为什么当年救他是民主党政府，现在陈光诚去给共和党站台？有人骂他是白眼狼，不知感恩啊。那么我是这么看，第一个，老实讲。就不应该支持哪个党，感谢哪个党，应该感谢美国政府，不管谁执政，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某一个政党的行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纠缠这件事情，实在是不 make sense 嘛，对吗？不管你国务卿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首先是国务卿嘛，或者是美国国务院嘛。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至于说他背后两个政党之间怎么样运作，我觉得对陈光诚来说完全不需要管他面对的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把他从中国捞出来，就是这样，他不需要管那么多，他管那么多干啥？这是他们党派之争，我觉得陈光诚也好，其他人也好，不应该介入这种党派之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怎么说呢？我还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应该乐观其成啊，应该用一种与人为善的这种态度来对待陈光诚啊。至于说某一些人跟陈光诚之间有私人的恩怨，我不介入，我也不讨论，因为私人之间的事情讲不清楚的，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头接着尾，尾接着头，谁哪个心哪是果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讨论这个大的方向。第一个，陈光诚去在一个这样的公众场合，不管谁的公众场合，他去民主党的代表党代会也好，去共和党的党代会，我觉得都没问题啊，去民主党也行，去共和党也行。为什么没去民主党？民主党有没有邀请他？如果两个党代会都邀请他，他只去了共和党，没有去民主党，大家可以拿出来讲。民主党没有邀请他，他没去，这不是很正常？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再去咬下去，咬下去没意思啊，显得我们中国人小肚鸡肠啊。提问：王老师，你估计美国会对中共这4枚导弹怎么回应？会不会要等共和党大会结束后摧毁中共在南海的违章建筑？我认为美国不会回应。为什么？其实真正的有影响的不是在说他发射了4颗导弹，我再做点什么具体动作来回应他，不是的。我们昨天节目中讲过，其实这4颗导弹也好，2颗导弹也好，其实会对美国看中国的态度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说，你想一下，在此之前，中美之间很多的这种对抗，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处于一个态势上的对抗啊，态势上的对抗。当中国发射导弹的时候，这就不是态势上了，这真的有动作了。那么美国怎么看？怎么判断？怎么做决定？我觉得在背后有一系列的调整，一系列的操作。
这才是真正有影响的地方，这个影响才真大。你到时候我们昨天节目讲得很清楚啊，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啊。所以我不认为美国会具体的去回应这4颗导弹的行为啊，但是他对中国的判断，对中国的看法的这4个导弹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啊。所以我说中国是战略误判，还是那你看这导弹，一看这导弹就像什么，就像是陕西老农民啊。虽然有网友跟我讲说，你不要说别人是陕西老农民，这陕西老农民很不高兴啊。但是真像陕西老农民这种倔就是不服啊，不服我们在中美交恶的时候，其中当时我有个观点，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对，看出来啊，就是过去10几年，中国这个军队现代化的这些高强度的投入，从现在来看，不见得是好事，这会给什么呢？这会给习近平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判的一个前提，他真以为我行了，当他真以为我行了，发4个导弹给你们看看，这就后果就会来。这才是我认为这个过去10几年的这种高强度的投入，让中国手上握的一些武器啊，这次握的这些武器的时候，心里就北就找不着了，这反而会坏事啊。提问：大陆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台湾的前途是台湾2300万人和大陆14亿人决定的。台湾人的悲哀是，为什么我们的未来不是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决定，而是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甚至没来过台湾的人决定的，而且还是独裁的国家。全世界为了自身的原因，没有人对这样的情况提出质疑，都是遵守一中的原则。有哪个国家会出来直接说这样是不对的？最多是隐晦的做。所以最后台湾是棋子，台湾什么时候不会再面对武统的威胁？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中国人民的未来是全世界70亿人民决定的，你觉得是这样也合理吗？是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这样说呢也对啊，也是一个情况。但是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我认为你不是台湾人，你这个行为一看就是大陆人。第二，我觉得台湾人正在把他们的命运抓回他们的手里啊，他们正在把他们命运抓回他自己手里。这是第二。第三，大陆常常说的这个话只是大陆的逻辑，他并没有得到台湾2300万人民的认可，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些隐含前提，好吗？观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一定是 CCP， 中华民国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主体，何况中华民国的宪法也包括中国大陆。OK。观点：陈光诚先生的演讲非常好，为他感到骄傲，和党争没有太大关系。我强烈建议每个海外华人能够宽容对待别人，严格要求自己，非常正确，这也是我想说的。给王先生点赞。陈光诚不论站对哪边，那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他做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他也确实是美国政府救出的，而不是某个政党救出来，非常正确啊。所以我其实老实讲，我不大理解就是在推特上面有一些网友就是那么恶毒的来攻击陈光诚，什么白眼狼啊，这个话都讲出来。难道我就算是民主党把他救出来，他不可以改变他的？我原来支持民主党，我现在改变支持共和党不行吗？不可以改变的吗？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去骂别人？我觉得不理解。我老实讲，我真的不理解，有那么大的仇吗？就是说
这个人原来跟我一起支持民主党，现在他投奔共和党，投奔共和党就投奔共和党，会死吗？会怎么样？就道德沦丧了？就把你孩子放井里了？没有啊，这只是改变他的政治取向嘛，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取向，每个人都有权利改变自己的政治取向，所以我不理解就是推特上那些人这么攻击陈光诚，我不认识陈光诚，我只是知道他怎么出来，后来我就没有再关注到陈光诚的情况，他出来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我都知道，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当时还在媒体当中啊。后来他来美国之后，我就完全，因为这段时间我没有跟进啊。但是我没有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陈光诚欠了民主党或者欠了共和党，没有啊，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儿啊，所以我不理解，老实讲，我真的不理解那些攻击陈光诚是出于什么啊，而且骂的那个痛心疾首，骂的那个没有底线啊，我不认可，老实讲，我真的不认可。提问：有人说陈光诚事情可以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有计划的支持中国的反对派，你怎么看？嗯，有计划吗？我觉得美国政府没什么计划，没看到，我没看到这个，我没看到这件事情啊。美国政府当然应该支持中国的反对派，中共的反对派啊，早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于美国来说，成本最低的是什么？成本最低的就是支持他的中共的反对派，这是成本最低的策略。还有一个什么策略？就是把中共跟中国分开，也是一个最低的策略。就是你把这个学中共就对了，中共永远是把你的政治对手变成5%的少数，你要把中共变成那5%的少数，那你就好对付了嘛，是不是？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美国一方面要扶持中共的反对派，另外一方面也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再把中共的高层和广大党员分开，对吗？这一分开不就剩下5%了吗？你就打进那5%就对了，这就是中共的策略。中共的策略很管用，学一下没坏处啊。情况今天看到外交部华大妈警告瑞士银行，为了世界和平、全人类幸福，谨言慎行。瑞士联邦银行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很严重。王先生怎么看？我认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些警告呢，以前管用一点，现在用处没那么大了。为什么？它的对外关系的框架已经开始解体了，慢慢的他的话没人听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现在还能喊两声，再喊下去，我估计也没人理，没人理他喊了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没什么值得一说。观点完全赞成王先生的判断，中共发这4颗导弹，坐实川普所说中共是美国的威胁，之前还无法证明，现在事实摆在眼前，非常正确。中国现在越强硬啊，越表现出来好斗的姿态，越给美国美国和向他盟友和他的人民，美国政府啊，川普政府向美国国内啊说服美国的民众，也提供了证据，也向其他的盟友说服他的盟友，也提供了证据啊，这就是现在这4颗导弹的作用啊。观点：家里有人在外交学院上班，传闻王毅和杨洁篪关系很差，两个人互相拆台，互相看不起。习近平更偏向王毅，但是习近平也知道王毅咋咋呼呼成不了事，有时候还不得不让杨洁篪去擦屁股。为什么会跟王毅近点？
杨洁篪江时代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它有江的色彩，所以习近平就用王毅，这完全是符合习的这个风格啊。那么杨洁篪当然，杨洁篪在这位置上干了这么多年，那从能力的角度来说，杨洁篪比王毅那差很多。王毅就是会拍马屁啊，别的就不大行啊。还有就是会撇嘴，王毅就这两样，拍马屁跟撇嘴，就是狼性外交，就是王毅推动出来的啊。当然，王毅也是秉承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精神啊。科普：弹道导弹末端拦截基本不可能，爱国者也拦不了。弹道导弹发射后轨迹是固定的，一般只会在末端进行微小的变轨，初始阶段和高空阶段是不会变轨的。老美有实力在发射时就发现，高空阶段就给拦截了。OK， 情况：香港李宇轩等年轻人偷渡台湾失败，在公海被广东海警截获，处境不妙。12名这个香港的年轻人这个偷渡台湾。我现在想一下，真是非常的，香港的这个局势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啊！就是说，香港的年轻人现在要用偷渡的方式去逃难。你像香港现在是什么个局面？香港的局面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所以你看这个林郑啊，真的是，罪大恶极啊，罪大恶极。观点同意王老师说的，美国并没有系统的支持中国内部的反对派和民主派，只是出于政治正确，他们收容中国的反对派、民主派，说支持想的太多了。没错，的确是这样。提问：王老师你好，看你的节目小1年，今天第一次提问啊，你可以以后尽量多提问。习这么死拧的和老美死磕，除了权力过大，是不是和他得过轻度脑梗有关？我身边有几个忘年交朋友得了轻度脑梗，恢复后性情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有些毛病是一样的，就是特倔。是，习近平是得过轻度脑梗。轻度脑梗是有，我想一下哈，是19年阅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看过的人都知道，习近平左手敬礼，左手敬礼。刚开始没觉得，后来越看越别扭。一看原来是左手啊，左手敬礼。为什么左手？那就是轻度脑梗，右手抬不起来。我估计是这样啊，我没有证据，但是我看到那次阅兵的情况非常别扭，两个地方别扭。第一个左手敬礼非常别扭，第二个那个摄像机的位置非常别扭，摄像机的位置一直在这边拍，这边拍，你想一下，他是往这边走，这个阅兵的部队在这一头。他的车是往前开，理论上应该从这边拍过来，从这边拍过来呢，你就能够拍到习近平的脸，又能拍到阅兵部队，是不是应该从这边拍？他不是，他从这边往这边拍，从这边往这边拍，看得到人吗？看不到一个人都看不到。那为什么中央台要从这边往那边拍？我觉得根本就不能从这边往这边拍，因为我估计他的右半身可能已经动不了，或者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是跟脑梗有关系的，所以他就从这边拍。这就是19年阅兵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可能真的有这个脑梗会出现这种变化吗？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关系啊，有点关系啊。情况：我有一个远亲，花了10年来澳洲，终于拿到身份，她老公还拿了公民，这期间他们一直没停个人交社保，这我可以理解，毕竟身份还没有定。可笑的是，拿了身份，他还没有停交社保，最后还是觉得澳洲太无聊，也找不到比体力活更好的工作，
在前2年回国了，现在随着强国问题不断的暴露，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在强国，一声叹息，好吧？这种事情，我还碰见过2次啊，我也碰见过2次啊。那么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每个人对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或者有价值的东西有不同的判断，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求人得人嘛，是吧？你知道吗？情况今天买菜时和家里人沟通，5线城市1斤猪排骨卖到50块钱人民币，比美国有机超市价格直接成汇率还贵，家人直呼吃不起啊。观点王老师好，中国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像德国清算纳粹那样清算文革的余孽，而像中共现在在台上这伙当权者，就是当年文革既得利益者，所以不把文革的余毒彻底清除，文革迟早再来一次，而现在就是文革2.0版。我认为文革就一直没离开中国，没有离开过我们，文革就没有结束过。为什么？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中共发疯，没有底线的收拾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干部，包括中国的老百姓，包括那些他压迫的那些人，就是没有底线的，完全没有就是说把人类社会所有的约束全部扔掉，去疯狂的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文革。文革其实非常本质的反映了中共的特征和属性，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底线，没有底线，暴力啊！而且他们反映了人类社会里面最黑暗、最恶毒的人性，这就是中共的属性。所以文革没有离开过我们啊！清算文革其实就是清算中共。你要去清算文革，其实就是首先要清算中共。你不清算中共，你清算不了文革，怎么清算得了？为什么？因为当你清算文革的时候，其实就在清算中共，是这样吗？提问，请问王先生，之前问过您，中国的世界第2经济体的地位是否会下降？您觉得非常难，毕竟中国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完善的产业链等。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太大，以及和西方市场交织在一起，美国暂时无法采用极端的手段。如果中国经济体地位掉不下来，那么美国就一直没有任何办法吗？个人感觉这里面好像有点矛盾。我们呢就不能经常话赶话呢就会矛盾。如果你问我中国世界第2经济体的地位会不会掉下来，我肯定讲短期之内掉不下来，一定是有语言环境一定是短期之内掉不下来。就像中国变成世界第2，它也不是一下子变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很长的一个过程。经过20年的时间，改革开放，爬了20年，爬到世界第2的位置。那么你从世界第2，你要掉下来，一天掉下来那也不可能。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肯定回答你，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短时之间掉下来，但是会不会掉下来？如果中国经济持续这么下去，一定会掉下来，理解吗？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观点，感谢王先生说不要说反话。自从听了这个观点以后，仔细观察，很多人习惯用反话，真的只有懂的人懂，不懂的人就不懂。所以我不喜欢大家说反话，大家直抒胸臆，直接把我们的意见陈述出来，用最简单、用最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的观点最好。为什么？因为你讲一个观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如果有人不明白，那你的目的都达不到。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的表达方式，你在用反话，有人真的反着听了怎么办？
所以我反对大家说反话，我希望大家都说就是正确的表达一个观点，一是一，二是二，最好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